中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当中国官媒还在反复喊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现实却像一记重锤，外资用脚投票，逃离的速度比谁都快。国家外汇管理局在11月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，是一份冷到骨子里的成绩单。2025年第三季度，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净流入仅85亿美元，环比大跌51%，比起2022年第一季度的峰值更是暴跌92%。这不只是数字的崩塌，而是一场信任的雪崩。外资向来最敏感，他不听宣传，只看回报。而如今，他们看见的中国是一个增长放缓、通缩蔓延、消费死气沉沉的国度。根据 Fastball 的最新分析报告，中国第三季外商直接投资下降51%，创下近10年来最大跌幅。这意味着全球企业对中国长期投资的意愿正在加速消失。从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，中国已经出现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 FDI 净流出，当季流出金额高达120.6亿美元。这一幕如今正在重演，甚至更惨。北京当然急了，各级政府疯狂出台所谓稳外资政策，承诺简化审批、减税降费、优化营商环境。可外资早已心凉，政策今天说是激励，明天可能就是调查，谁还敢赌命？根据上海美国商会2025年9月10日公布的中国商业报告，对未来5年在中国经营前景持乐观态度的美企比例已跌至 41%， 创下4年来最低。更扎心的是，只有 12% 的美企仍把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投资目的地，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曾经的世界工厂投资天堂，如今变成了资本眼中的风险黑洞。没人愿意再赌中国的未来，连长期看好都成了奢侈的口号。国家统计局再怎么粉饰，也掩盖不了真实的下滑。2025年第三季，中国 GDP 年增长率仅为 4.8%， 比第二季的 5.2% 还低。看似没掉太多，但那是在大规模财政刺激、债务置换、地方基建硬撑下的结果。多名海外经济学家估算，真实增长率恐怕不到 3%。外资不是傻子，他们看到的是写在街头冷清商场里的真相。消费者不花钱，工厂订单减少，年轻人失业率超过 20%。金融时报的调查甚至指出，外企在中国的利润率普遍跌至10年来最低。资本不会说话，但他们的行动说明了一切。就在本月，汉堡王宣布出售其在中国的 83% 股权给 CP 一元丰，母公司 RBI 只保留 17%。再往前几天，星巴克也宣布将其中国业务 60% 的股份卖给博裕投资。这两家曾经把中国当成全球增长引擎的品牌，如今双双选择抽身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连锁反应。近2年，外资纷纷裁员、关店、清仓撤离，从 IBM、苹果、微软、耐克、哈根达斯、桥水基金、淡马锡到三菱、本田、惠普、李嘉诚家族，资本的队伍越走越长。有人讽刺说，这不是外资撤退，这是外资逃命。2025年，美中关税战再度重启，出口管制、技术封锁、投资限制一波接一波。拜登政府已将高端芯片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半导体设备列入全面禁令清单，而中国则高调宣布要自主可控，结果就是外资两头都挨打。他们在中国的厂房随时可能被查，他们的高管一夜之间可能协助调查，他们的利润可能被数据安全法、反间谍法随时吞噬。Fastball 的评论一针见血，国际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单纯的制造基地，而是一个风险更高、
规则更复杂、未来更难预测的市场。过去外资来中国是因为这片土地充满机会，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、廉价劳动力、宽松政策。但现在共同富裕、做大做强国企成了新口号，私企被边缘化，外资被警惕化。所有人都在问一句话：在一个连民营企业都得小心翼翼的地方，外资还安全吗？这不是玩笑。去年底，贝恩咨询、明思集团等外企被突击调查，办公室被查封，员工被扣押，外资的恐惧感被彻底点燃。资本害怕亏损，但更害怕不确定性。当政策随时会变法律，可随意解释数据需上交国家变成常态，外资终于明白，风险才是中国最大的成本。资本没有国籍，但资本懂得自保。外资撤退不只是经济问题，而是中国体制信任的崩塌。而这场崩塌才刚刚开始。资本一旦逃跑，留下的不是空城，而是崩塌的信任。中国正进入一种新的孤岛化状态，外资在撤，人民币在跌，企业在倒，年轻人失业，老百姓的信心彻底碎了。一切看起来还在运转，但其实资金在外逃，市场在萎缩，系统在失血。外媒《日经亚洲评论》说得很冷，外资撤离的中国市场就像一座被抽干的水库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全是干裂的泥。过去中国白领最怕裁员通知来自互联网公司，现在更多的解雇信来自外企。根据猎聘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中高端人才报告，今年外企裁员规模同比增加 46%， 是近5年来最大裁员潮。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城市成千上万的外企员工在今年被迫离开岗位。在领英中国退出、IBM 裁撤业务部门、星巴克出售股份、耐克缩减门店后，无数30岁出头的外企白领陷入裸辞地狱。有人说，以前我们笑制造业工人下岗，现在我们是新的下岗潮。外企撤离不只是撤资本，更是撤岗位。根据官方数据，中国2025年城镇青年失业率已重新攀升至 21.4%， 而在外企集中的一线城市，这个数字更高，民间调查显示接近 30%。 外资撤退带来的第二重打击是制造业链条的塌陷。曾经，苹果的代工厂在深圳、昆山创造数十万个岗位，日本、韩国的电子企业提供稳定出口和税收。如今，这些企业正一批批地撤向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、印尼。2024年至今，已有超过3000家外资制造企业撤离中国，其中包括日本三菱汽车关闭中国所有合资工厂，惠普将笔记本生产线迁往泰国，苹果把组装环节交给印度塔塔集团，德国西门子转向东欧设厂，韩国 LG 电子宣布削减在华投资 30%。华尔街日报指出，中国正经历自2001年加入世贸以来最严重的产业流失潮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产业一旦转移，再也回不来。在过去10年，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是所谓安全底线，可如今这条底线正在被蚕食，外资流出让外汇供给急剧减少，而北京为了维稳人民币汇率、进口能源、偿还美元债，不得不断动用外储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0月发布的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，中国当前可自由动用外汇储备已降至 2.4 万亿美元左右，约占官方数据的 77%。若资本外流持续，以目前的消耗速度，3年后可能跌破2万亿美元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正在用最后的外汇血包维持汇率和表面繁荣。这不是经济自信，而是疲态下的强撑。
更悲惨的是，这场资本撤退潮已经开始拖垮房地产，外资卖资产套现，中国资本跟着恐慌，外企退出的写字楼、商铺、仓库大量空置。据第一财经数据，2025年3季度北京 CBD 空置率高达 27%， 上海陆家嘴写字楼空置率突破 25%， 创历史新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产阶级手里的房产在快速贬值。金融圈一句话传得很凶，外资撤离的速度就是资产泡沫破灭的速度。与此同时，国有银行为了填窟窿，不得不抛售自持物业，压缩信贷额度。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拿不到贷款，裁员、停产、倒闭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慢性失血。表面上平稳，实际上每个毛细血管都在枯萎。外资撤离，汇率暴跌，企业倒闭，房价下跌，这4重冲击叠加在一起，让民众的信心彻底崩盘。银行储蓄暴增，消费意愿暴跌，年轻人宁愿囤现金，不愿买车买房。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跌至 35.2， 创有记录以来最低点。连国企的中层干部都开始低声抱怨，以前是钱太多找不到投资方向，现在是想投也没地方敢投。投资者不信市场，企业不信政策，外资不信前景，最终连老百姓也开始不信未来。这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是没钱，而是没人信。中国花了40年建立的开放体系，正在用短短3年被政策、封锁、恐惧、傲慢一点点拆毁。外资的撤退不是背叛，而是结果。他们撤走的是钱，留下的是信任的废墟。真正的危机不在资本流出，而在信心流进。而当信心死去，任何数字的增长都只是泡沫上的幻觉。